各位好朋友，咱们今天聊一件极其反常的事。你们试想一下，一个人穷到兜里连半毛钱都掏不出来，饭吃不上，觉睡不好，突然被一群有钱人当贼抓了，几百棍子打下去，皮开肉绽，衣服扒光，像一袋烂垃圾丢进路边的臭水沟。换作是你，醒过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哭、骂娘，还是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出门？偏偏历史上有个怪人，他从臭水沟里爬出来，满嘴是血，牙齿都快松了。第一件事不是喊救命，不是骂老天爷不公平，而是拽住老婆的手，让她把嘴巴掰开看清楚，舌头还在不在。老婆吓得脸都白了，他却笑了。他说，这条舌头要是还长在嘴里，整个天下的钱、地权，我统统能拿到手。各位，这不是武侠小说，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这个人就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代最顶尖的连环骗术操盘手，靠一张嘴掀翻6个超级大国的狠角色张仪。各位阿公阿嬷，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睡前故事会频道。麻烦大家动动手指头，帮老高按一下订阅，顺便在评论区跟我聊两句。你们这辈子有没有碰过那种嘴巴比刀还利，把人骗得倾家荡产还帮他数钱的角色？你们的留言我每条都看。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话说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天底下没有统一的政府，也没有警察局，更没有法院，大大小小7、8个国家，就像7、8家超级集团公司，各占一块地盘，天天琢磨怎么把隔壁那家吃掉，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谁的兵多将广，谁就能活下去。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一点体面都不讲。这帮公司里面，西边有个叫秦国的，兵强马壮但名声臭；南边有个楚国，地盘最大，人口最多，钱袋子最鼓；东边有个齐国，靠海吃海做买卖发了大财。剩下韩、赵、魏、燕，虽然小一些，也都是100年老店，谁也不服谁。这就是张仪登场的大舞台，一个充满血腥、阴谋和赤裸裸利益交换的修罗场。故事要从张仪最落魄的时候讲起。那时候他刚从深山老林里的老师那儿毕业，学了一肚子纵横捭阖的本事，满脑子都是出人头地的大梦。可现实打脸打得啪啪响，没背景，没家产，连件体面衣裳都置办不起。他流落到南方的楚国找饭吃，机缘巧合混进了一场达官贵人的私人宴会。那天晚上排场极大，灯火辉煌，满桌子山珍海味。为什么这么隆重？因为楚国有个高级将领刚立了战功，大老板赏了他一块绝世美玉，那玉石据说夜里还会发光，价值连城。将领虚荣心爆棚，专门摆宴显摆，把宝贝装在锦盒里，让宾客轮流传看。酒过3巡，盒子在几十双手之间传来传去，忽然有人打开一看，空了，玉没了。这下炸锅了，那可是大老板御赐之物，丢了就是杀头的罪。将领脸色煞白，酒醒了一大半，立刻叫人锁死大门，一个都别想走，挨个搜身。满场宾客非富即贵，西装革履，唯独角落里站着个衣衫褴褛、一脸菜色的年轻人张仪。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扫过去，逻辑很简单，有钱人不缺这点东西，穷人才会偷。况且这小子是外地来的，谁也不认识他，天然就是最好的替罪羊。没人听他辩解，没人搜其他人的身，几个膀大腰圆的保安直接把他按在冰凉的石板地上，粗木棍抡圆了往身上招呼，1下、2下、10下、几百下，血从后背渗出来，浸透了单薄的衣服，又滴到地砖缝隙里。张仪咬紧牙关，一声没吭。不是不痛，
是他太清楚了。在权势面前，弱者连喊冤的资格都没有。你叫得越响，人家打得越狠，打累了，搜遍全身也没找到玉。那帮人把他像扔死狗一样甩到街边臭水沟，拍拍手回去继续喝酒。一条人命在他们眼里还不如桌上一碟花生米。张姨的老婆哭着满街找，最后在沟渠里把她扒拉出来。她抱着血肉模糊的丈夫，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边哭边埋怨：你要是老老实实在家种地，不去读什么破书，不做什么当官的美梦，哪里会吃这种苦头？张姨没接话，眼神冷得像冬天的刀刃。他让老婆把他嘴掰开，确认舌头还在，然后吐掉一口血沫，慢慢说了句话。那句话像一颗种子，后来长成了搅动天下格局的参天巨树。他说：舌头在，天下就是我的。这顿毒打没有打垮张仪，反而把他身上最后一丝书生气，最后一点对公平正义的天真幻想全部打碎了。他想通了一个残酷的道理：老师教的仁义道德，在别人的拳头和刀剑面前，连个屁都不是。这世界只认两样东西，实力和利益。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讲良心了。养好伤以后，他没有留在楚国报仇，也没有回老家种地。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选择，往西走，去当时名声最臭，被东方列国鄙视为野蛮人的秦国。为什么？因为他看得很透。那些所谓文明国家讲究出身、血统、门第，他一个穷光蛋永远出不了头。秦国不一样，秦国只看结果，不问来路，谁能帮老板赚钱谁就是红人。这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恰好是张仪这种人的温床。他拖着伤腿，翻山越岭走了1000把里路，鞋底磨穿了2双，脚上水泡叠水泡，终于进了秦国的大门。花光最后的盘缠打点关系，见到了秦国的掌门人秦惠文王。这位大老板年纪不大，脑子极其清醒，最烦别人跟他绕弯子。张仪也不废话，上来第一句就把秦国最大的隐患摆到台面上。他说：大老板，你们秦国兵强马壮没错，单挑谁都不怕，但你马上就要完蛋了。秦惠文王眉头一挑，没发火，示意他继续。张仪铺开地图，手指在东方6国的位置上画了个圈。你太强了，强到东边6家全被你吓坏了。他们正在偷偷搞联盟，一家出一支军队，6路大军合围过来。你秦国再能打，也架不住6个打1个，一人一拳你就躺下了。这就是你眼前最大的死穴。秦惠文王额角渗出冷汗，这确实是他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噩梦。他追问：怎么破？张仪的回答就是他这辈子最核心的理论体系——连横。他用大白话讲，那6家表面上称兄道弟，以血为盟，其实私底下互相防备，互相算计，谁都想占便宜，谁都不肯吃亏。他们联合起来只是因为怕你，而恐惧这种东西最不牢靠，最容易被利益瓦解。你不需要去硬碰硬打群架，打仗烧钱死人，划不来。你只要拿一笔好处去收买其中最贪心的那家，让他背叛联盟，其他人马上就会互相猜忌，互相指责，联盟一夜之间就散架了，用最小的饵钓最大的鱼，这就叫4两拨千斤。秦惠文王听完拍案叫绝，这年轻人不是在教他怎么上战场砍人，而是在教他怎么坐在幕后操控人心，格局比那些只会打打杀杀的武将高出10条街。当场拍板，留下，给高薪，给头衔，做我的首席战略顾问。可秦国是个军工社会，底下那帮大将军个个身上几10道疤，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来的官位，现在看一个外地来的穷书生靠动嘴皮子就骑到自己头上，心里那叫一个不服。
天天在朝会上拿眼刀子剜他，背后骂他是江湖骗子。秦惠文王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也为了试试张仪的成色，直接甩了一道近乎不可能的考题：魏国挡在咱们东出的路上，你去，不给你一兵一卒，把魏国的城池给我拿回来。拿不回来，那帮将军随时把你剁碎喂狗。张仪接了这活，心里门儿清，这是生死局，没有退路。他琢磨出一条绝户计，先跟着秦军出征。秦军铁骑一路碾压，很快攻下魏国边境一座重镇。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拿这座城交差邀功，结果他干了一件让全军将士目瞪口呆的事，连夜赶回咸阳，请求大老板把刚打下的城还给魏国。不仅还城，还要把秦国太子送去魏国当人质，表示诚意。最离谱的是，他自己还要辞去秦国官职，跑去魏国当官。秦惠文王虽然一头雾水，但选择信任他的判断，照办了。接下来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渗透。张仪带着前秦国第一红人的光环跑到魏国，对魏王说：我最了解秦国，秦国其实不想打仗，你雇我当高级顾问，我保证秦军不来骚扰你。魏王当时被秦国打怕了，天天做噩梦，一听这话，跟溺水的人抓住浮木一样，激动得差点跪下来，立马给了张仪极高的职位和权限。可怜的魏王以为自己花钱买了个护身符，其实是把狼请进了羊圈，还把羊圈的钥匙双手奉上。张仪到了魏国，半点正事不干，不发展经济，不练兵，不修城墙，天天干一件事，恐吓。他拿着各种真假参半的情报在魏王耳边念经：大老板啊，秦国把城还给你，把太子送来当人质，这天大的面子你总得回礼吧，人家几十万大军随时能撵过来，你要是不表示，人家翻脸你扛得住？打仗死的是小兵，亡国掉脑袋的可是你本人。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赤裸裸的勒索，交保护费，不交就灭你满门。魏国将领们气得拔刀要砍他，但魏王已经被恐惧击穿了心理防线，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花钱消灾，保命要紧。咬牙切齿地签了文书，把魏国15座城、半壁江山打包送给了秦国。张仪拎着厚厚一沓地契回到咸阳的那天，满朝文武鸦雀无声。那些成天嚷着要弄死他的将军，一个个把头低下去，不敢吱声。秦惠文王大喜过望，当场拜他为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费一兵一卒，不死一个士兵，15座城到手。这就是张仪的第一次封神之战。但张仪这套流氓打法太招恨了，消息传开，东方各国老板人人自危，生怕下一个被骗的就是自己。很快，最让秦国头疼的局面出现了，东方最有钱的齐国和南方最大的楚国结成了铁杆同盟，一个出钱，一个出兵，两家合力足以让秦国寸步难行。要硬打秦国耗不起，怎么办？秦惠文王的目光再次落到张仪身上。张仪嘴角微微一翘，机会来了，这一次他要回楚国。当年他在那里被打得像条野狗扔进臭水沟，今天他要以秦国第一重臣的身份，把整个楚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张仪带着排场浩大的使团抵达楚国都城郢都，面见楚怀王，没有寒暄，没有客套，直接掏出了一张历史上最离谱的空头支票。他说：大老板，只要楚国跟齐国断交，撕毁盟约，秦国愿意白送600里伤势之地作为谢礼。600里，什么概念？那年头打一场死伤10万人的血战，能啃下几十里地就算大捷。很多小国举国领土加起来都没600里。现在什么都不用干，不用死人，不用花粮食，
嘴上说句我跟齐国绝交，撕一张纸，600里肥地就到手了。这就像有人打电话给你说，只要你把现在最好的朋友拉黑，我马上给你的账户打几个亿。楚怀王的眼睛瞬间亮了，呼吸都粗了，满脑子已经在想版图扩大以后自己有多威风。朝堂上有个极清醒的大臣叫陈考，当场跳出来大声警告：大老板，这100%是骗局。秦国之所以肯出血，就是因为咱们跟齐国绑在一起，让他害怕，这是咱们的王牌。你要是先把王牌扔了，变成光杆司令，秦国凭什么还给你好处？他建议，就算要拿地，也得先让秦国把土地实实在在交割了，拿到地契再跟齐国翻脸，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这话说得太对了，跟咱们现在去菜市场买菜一样，没拿到东西绝对不先掏钱，可贪心这玩意儿一旦上头，智商直接归零。楚怀王不仅没听，还把陈探骂了出去，迫不及待派人快马加鞭赶去齐国，当着全天下的面指着齐王鼻子破口大骂，把能用的脏话全用上了，就差当场吐人家一脸。为什么骂这么狠？因为他想向秦国证明自己绝交的诚意，一点退路都不留。好，赶紧拿地。齐王被当众羞辱，气得浑身发抖，当场宣布与楚国断绝一切往来，转头就跟秦国签了友好条约。张仪的离间计成了一大半，接下来才是真正把不要脸3个字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经典桥段。楚国派了一位大将军，兴冲冲跟张仪回秦国办土地交割手续。马车刚进咸阳城门，张仪下车时脚底一滑，摔了。他痛苦万状地宣布自己腿断了，伤势严重，需要卧床静养，谁也不见。门口挂牌，重病在身，概不会客。这一躺3个月，楚国将军在门外干等，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敲门，天天被挡。消息传回郢都，楚怀王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我被骗了，这跟现在很多遭遇投资诈骗的老人家一模一样，钱已经汇出去了，潜意识拒绝承认自己是笨蛋，反而替骗子找理由。楚怀王觉得一定是我骂齐王骂的还不够狠，秦国觉得我诚意不足，于是这位糊涂蛋又派人跑去齐国，把齐王更加变本加厉地羞辱了一顿，还在边境制造摩擦。齐王彻底疯了，发誓与楚国不共戴天，正式跟秦国结成军事同盟。就在齐秦盟约签字画押的同一天，瘫痪3个月的张仪奇迹般康复。他精神抖擞走进办公室，看着那个在门外风吹日晒等了90多天的楚国将军，还装出一脸惊讶。哎呀，将军，你怎么还在？怎么不去收地？将军满头大汗。您没给我地契公文，我怎么收？张仪瞪大眼睛，用全世界最无辜的表情说出了那句让整个楚国呕血3升的经典台词：什么600里？将军你听差了吧？我一个打工的哪有全割国家的地？我说的是我个人名下的6里私宅，送给贵国老板聊表心意，您现在就可以去量。600里变6里，这落差就好比你以为中了1个亿的头奖，跑去兑奖人家递给你100块安慰奖，那种从天堂直坠地狱的窒息感，隔着2000年都能感觉到。消息传回楚国，举国炸锅。楚怀王眼前一黑，差点晕厥。为了根本不存在的600里地，他丢了最强盟友，毁了国家信用，被全天下看了笑话。他疯了，理智、战略、大局观，全部让位给一腔滔天怒火。他拔剑砍断书案，下达全国动员令，把所有能拿刀的男人集合起来。100万大军倾巢而出，杀向秦国。誓师台上，他红着眼吼：什么地我都不要了，我只要张仪的人头。这是被逼到绝境的困兽之怒，可战场上光靠愤怒是打不了仗的。
楚军人虽多，但仓促出兵，失了章法，加上齐国已经倒向秦国不来帮忙，被准备充分的秦国虎狼之师正面碾压。一场血战下来，8万楚军将士的脑袋被割下来堆成小山，鲜血染红了几条河，主帅被俘。秦国打完防守还顺手反攻，又吃掉楚国一大片高置地，赢麻了。打完仗，秦国不满足，又惦记上楚国另一块战略要地，派使者去谈条件，咱们拿别的地方跟你换。楚怀王虽然输得底裤快掉了，恨意却一丝没减。他咬着牙说出一个让秦国高层集体沉默的条件：地可以白送，分文不要，但你们必须把张仪装进囚车送到我面前，我要亲手剐了他，喝他的血，用他的头祭我死去的8万将士。秦国朝堂上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冷冰冰地定在张仪后背上，用一个外来打工仔的命换一整块战略要地，这笔账谁都会算。那些本来就恨他的将军们，眼里全是幸灾乐祸。秦惠文王坐在上首不吭声，而在权力场里，沉默就是默认。张仪太聪明了，他一秒就读懂了空气里的杀意。他知道求饶是最没用的，你越软别人才，你越狠。与其被五花大绑像猪一样压出去，不如自己站起来。他整了整衣冠，面无惧色，主动开口：大老板，让我去。主动请缨能留一份从容，被人压着去就什么尊严都没了。更关键的是，张仪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他脑子里已经在高速运转另一条活路了。只要人还喘气，舌头还能动，天底下就没有解不开的死局。几天后，张仪孤身一人踏入楚国都城，楚怀王连见他一面都嫌恶心，直接下令扒光衣服，套上囚服，丢进最阴暗的死牢，重兵把守，只等挑个黄道吉日当众凌迟。牢房里老鼠乱窜，臭气熏天，烂稻草上坐着的张仪却没有半分慌乱，他的大脑像精密仪器一样拆解局势。求楚王没用，人家恨不得把他嚼碎了咽下去，指望秦国来救。别做梦，他就是被秦国卖出来的。那怎么办？最高级的自救术不是让别人可怜你，而是让别人的核心利益跟你的生死捆绑在一起。你活着对他有好处，他就会拼了命保你。张仪掏出藏在身上的金子，买通狱卒，通过层层关系联系上了楚王身边一个极贪财的太监亲信，再通过这个亲信去接触楚王最宠爱的妃子郑袖。郑袖年轻貌美，心机极深，最在乎的不是国家大事，而是自己在后宫的地位。亲信见到郑袖，只字不提救张仪，只讲郑袖自己的危机。他压低声音，神色紧张：娘娘，大事不好了。秦王心疼张仪，准备拿6个县的土地加上全国最顶级的绝色美人，堆成山的金银珠宝来赎人。大老板什么脾气你还不清楚？见了年轻漂亮的新人，保管把你忘得一干二净，到时候那些小妖精进了宫天天承欢，你就成了被打入冷宫吃剩饭的黄脸婆。你儿子的太子之位也悬了，母子俩的下场你自己想。这话精准命中了郑袖的死穴。在后宫里，争宠比天大，外来的美女抢老公，比国家丢几百里地可怕10000倍。郑袖当晚就冲进楚怀王寝宫，大哭大闹，妆花了，鼻涕横流，死死攥着楚王衣袖不松手。大王，秦国都愿意出钱出地赎人了，你非要逞一时之气杀了张仪，秦国大军打过来报仇，我们母子还活得成吗？不如现在就让我们去死算了。楚怀王本就被8万大军覆灭的阴影压得喘不过气，加上最宠爱的女人在枕头边哭得死去活来，太监又在旁边煽风点火，添油加醋，这位耳根子
软得像面条的大老板，做出了第二次让后人叹为观止的蠢决定。放人，不仅放，还设国宴款待。张仪洗净身上的牢房臭味，穿上崭新华服，坐在国宴主座上谈笑风生。他不仅没有撒腿就跑，反而趁热打铁提议楚秦重新签订友好盟约。楚怀王为了讨好老婆，安抚恐惧，连连点头，当场画押。张仪就这样毫发无损地走出了鬼门关，还顺便揣了一份对秦国有利的新条约：几块买通太监的金子，一套编造的谎话，成本几乎为零，收益是拆散两大超级联盟，全身而退，外加白赚一份盟约。他把一国之君的智商和尊严再一次踩在脚底碾碎了。回到秦国，张仪声望如日中天，但他没有停手。六国还剩4家没彻底搞定，联盟随时可能死灰复燃。他向秦惠文王申请了最高规格的外交车队，几百辆马车，大旗招展，浩浩荡荡开始在列国之间巡游。这一趟他不带礼物，不带空头支票，只带一样东西，量身定制的恐慌。第一站，韩国。韩国地处中原腹地，四面平原无险可守，偏偏又挡在秦国东出的必经之路上。张仪铺开地图，冷冰冰地替韩王算账。贵国全是平地，无山可依，无河可据，军队撑死30万，秦国100多万虎狼之师1-2个月就能推到你家门口。你指望东方盟友来救，人家集结完兵力赶到的时候，你坟头草都3尺高了。自己选，当秦国小弟活着，还是替那帮靠不住的盟友当炮灰死掉？韩王擦着冷汗，一个字都反驳不了，因为这是铁打的事实。投降书签了。第二站，齐国。齐国靠海，离秦国远，中间隔着好几个国家，按理说不怕秦国打上门。张仪换了一套话术：大老板，你以为隔得远就安全？如果秦国把韩国和魏国的兵集中起来当先锋，再拉上赵国和楚国从南北夹击，你齐国挡得住全天下围殴？你国库里堆的黄金够全天下的军队分几天的？齐王出了一身冷汗，谁也说不准秦国会不会这么干。为了保险，结盟了。第3站、第4站，赵国和燕国。对赵王他说，齐国、韩国、魏国全投了，你现在四面楚歌成了孤岛，秦国一声令下，你就是靶子。对燕王他说，你离秦国远不怕秦国，但你怕不怕隔壁的赵国随时吃了你？任秦国当大哥，赵国就不敢碰你一根毫毛。就这样，张仪利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信息传递极度滞后的时代特点，把每个国家都关进信息黑箱里。他对每个人说，别人全投降了，你再不低头就是第一个被灭的。没人敢赌，没人敢当那个出头鸟。六国先后低头，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秦惠文王看着案头6份投降书，笑得合不拢嘴，直接封张仪为5城之主。从臭水沟里爬出来的穷小子，成了左右天下棋局的第一操盘手。可靠骗术和恐吓堆起来的权力大厦，地基是沙子做的。外面6国老板个个恨他入骨，秦国内部那帮流血拼命的将军也视他为眼中钉。他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朋友，唯一的保护伞就是秦惠文王。可人会老，会病，会死。就在张仪最风光的时候，秦惠文王驾崩了。丧钟一响，天翻地覆，6国老板几乎在同一天跳起来撕碎合约，重组联盟，准备围殴秦国。秦国新上台的年轻老板秦武王是个崇拜暴力的武夫，最爱跟人比赛举鼎，浑身肌肉，脑子里只有一个逻辑：国土是刀剑砍回来的，靠嘴皮子得来的
不算数。他厌恶张仪到了极点，觉得这种人丢秦国的脸。新老板一坐上宝座，几十个大将军同时把手按在剑柄上，杀气腾腾地盯着张仪。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锤。昨天的红人，今天的猎物，留在秦国是死，逃去六国也是死。哪个国家不想把他千刀万剐？换普通人早就下瘫了。可张仪就是张仪，他没跑，没求饶，整了整衣服，主动走进新老板的书房。这是他人生最后一场豪赌，赌注是自己的脑袋。他看着秦武王那张写满厌恶的脸，一句功劳不提，一声可怜不求，只问了一句：大王想不想拿下洛阳，扛回天子权杖？秦武王瞳孔微缩，这是他最大的野心。张仪接着说：打洛阳难，前面挡着韩魏两国，东方联军一定会拼命救援。但如果我能让东方自己先乱起来，比如让齐国去打魏国，韩国孤立，洛阳门户大开，大王趁乱一击致命。秦武王冷笑：凭什么齐国听你的？张仪说出了最狠的底牌：凭我的命。当年我骗了齐国，齐王恨我恨到骨髓里，只要你把我送回魏国当官，齐王一听我在魏国，必然失去理智发兵来抓我。他不是在打魏国，他是在替大王撕开中原防线。张仪把全天下人对他的仇恨直接转化成了可利用的军事杠杆。他对秦武王说：杀了我，你只是解气，什么实际好处都没有，放我去魏国，我替你调动齐国100万大军当免费炮灰。利益面前，私人好恶不值一提。秦武王压住厌恶，不但没杀他，还派30辆豪车风风光光送他去魏国。魏王看他是秦国推荐来的，又当过旧臣，收留了他，给了官位。果不其然，齐王听说张仪在魏国，暴怒发兵，大军压境。张仪早有后手，他暗中派亲信潜入齐军大营面见齐王，只说了一段话：大王，你今天兴师动众打魏国，以为是在报仇，错了，你是在帮张仪完成任务，他就是故意引你出兵的。他跟秦武王打了包票说，只要他到魏国，你一定会来。你打得越狠，秦王越觉得张仪是神人，越器重他。你倾全国之力在替你的仇人打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这话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齐王浑身一颤，在权力博弈里最可怕的不是输，是发现自己成了别人手里的刀，别人棋盘上的子。他绝不愿给秦国创造统一天下的战机，更不愿成全张仪。撤！全军即刻撤退。张仪站在魏国城墙上，望着潮水般退去的齐军，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摸了摸脖子上完好无损的脑袋。利用秦武王的野心当跳板，利用齐王的仇恨当燃料，在必死之局里硬生生劈开一条生路。他成功甩掉了秦国的标签，在魏国安稳落脚，顺带还坑了秦武王一把。齐国退兵，天下没乱，洛阳计划泡汤。后来张仪在魏国的府邸里安安静静地咽了最后一口气，没有仇家破门，没有刀斧加身。在那个每天成千上万人横死沙场的残酷时代，这个把列国君主骗得倾家荡产的头号诈骗犯，竟然寿终正寝，善始善终。他带着战国第一骗子的骂名，躺在自己亲手编织的巨大谎言废墟之上，闭上了那双看透人性的眼睛。后世史官翻开竹简，对张仪的评价几乎一边倒地骂无信无义，反复无常。小人中的小人，这些骂的对不对？站在道德高地上看，当然对。但咱们看历史，不能只做道德判官。张仪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揭示了一条冰冷的真理：在弱肉强食的丛林里，纯粹的道德说教挡不住带血的刀锋。当旧规矩保护不了你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打破规矩的人出来重建秩序，不管那秩序是善是恶。张仪把人性里最根深蒂固的弱点贪婪和恐惧研究到了分子层面，然后精准利用。他不带兵，只制造2样东西：让你贪的诱饵和让你怕的幻觉，信息不对称加心理操控，这就是他全部的武器。2000多年过去了，战国的城墙早塌成了黄土堆，张仪的骨头也化成了尘，可他那套底层逻辑消失了吗？各位好朋友，你们睁开眼看看今天的世界，那些利用信息差制造焦虑来收割普通人钱包的金融骗局，那些打着高科技旗号卖天价保健品专骗老人家棺材本的诈骗集团，那些在电话里告诉你你的账户涉嫌洗钱必须马上转账到安全账户的骗子，拨开他们光鲜的外衣，核心手法跟张仪在楚国朝堂上画的那张600里大饼有半点区别吗？没有。只要人性的底色里还有贪和怕这2个基因，这套诈骗术就永远有效，永远有市场。咱们今天花这么大力气拆解张仪的生存逻辑和连环骗局，绝对不是要教各位去学坏，去害人，恰恰相反。看懂骗局的运作原理，是为了给自己装一套杀毒软件。记住一条最简单也最管用的防骗铁律：天上不会掉馅饼。当有人给你开出超出常理的丰厚条件，投1万每月回报8000，免费领大奖，只需交手续费，健保卡被锁请，立即汇款。请你深吸一口气，想想2000多年前那个因为贪600里地而输掉半壁江山的楚怀王。贪婪让人变蠢，恐慌让人失智。任何需要，你立刻、马上、现在就做决定的事情。9成9是陷阱，慢下来，打个电话问问家人，上网查一查，跟信任的人聊2句。骗子最怕的就是你冷静。咱们不做掀桌子害人的恶狼，但更不能当那个被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冤大头。看懂人性的暗面，守住自己的口袋和底线，保护好家人，这才是咱们今天从张仪故事里该带走的真正宝贝。好了，今天这个长故事讲到这里，说了这么多大实话，希望各位听得过瘾，听得进去。如果觉得老高讲的这些对你有点用处，能帮你或者你身边的人多一份清醒，拜托动动手指头，帮我点个订阅，按个赞，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容易轻信别人的老朋友、老邻居，更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跟大家聊聊你有没有识破过什么骗局，或者差点上当的经历。你的一条留言说不定能救另一个人的血汗钱。祝各位阿公阿嬷，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吃好睡好，口袋饱饱。咱们下期再见，晚安。